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这几天呢，比特币、以太坊一路下跌，很多朋友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比特币到底要跌到多少 ，Strategy 会被迫卖币？以太坊到底要跌到多少 ，Bitmain 会爆仓？如果他们被清算，比特币会不会直接就会掉到2万以下？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担心：这些公司手里握着那么多的比特币和以太坊，只要他们不卖币，市场就会足够的安全。一旦他们被清算，整个盘面就要完蛋了。这种担心呢，其实非常正常。毕竟 Strategy 拥有64万枚的比特币 ，Bitmain 呢有340万枚的以太坊，他们随便抛一些都能够震得市场头皮发麻。但今天我想很直接的来告诉你，大家问的这些清算价本身它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 Strategy 和 Bitmain 根本就不是那种价格跌到某个点就必须强平的传统的模式，他们没有一个写死的包仓线。真正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价格跌到多少，而是另外一件更致命的但大家都容易忽略的事情：融资能力枯竭。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他们不会被价格瞬间打爆，也就是说不会说比特币跌到某一个价格他们就会爆仓，但他们会被市场的情绪、融资的窗口、蓄势崩塌一点一点的给勒死。举个例子，就像你有一套1000万的房子，贷款500万，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房价跌到500万以下才会资不抵债，才会很危险，对吧？但如果你每个月都靠工资去还贷，突然你今天下岗了，你开始用信用卡借款去还房贷，但某一天信用卡公司突然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不能再借款了，那你别说等房价跌到500万以下了，房价还在800万甚至还在900万的时候，你就可能撑不下去了。Strategy 和 Bitmain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我想换一个视角，用3条生命线再加上情景树的框架，来看清楚这些 DCA 公司真正的风险到底在哪里，也搞清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担心这一轮下跌会不会继续恶化。要真正理解这些公司的风险呢，我们不能只盯着一个数字、一个价格，我们要看到的是3条完全不同的生命线。这3条线呢，从最表层到最里层，一步一步决定了 Strategy 和 Bitmain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买币，是否已经开始吃老本，甚至会不会被逼到墙角，最后呢靠卖币来求生。先说第一条生命线，也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账面上资产要跌到多少才会资不抵债，这是最底层的生命维持线。对 Strategy 来说，它现在有64万枚的比特币，我们简单一点，就按10万美元一枚来计算，那么大概是640亿美元。它的可转债加上优先股大概是148亿美元，资产除以负债大约是4.3。什么意思呢？比特币要跌到2到3万美元这种极端的价格区间之内，账面上才会出现危险的信号。Bitmain 呢也差不多，有340万枚的以太坊，几乎没有任何的传统债务。账面危险区大概是在以太坊跌到1000到1500美元左右，听起来好像两个都很安全，对吧？因为比特币跌到2万，以太坊跌到1000，这个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重点是账面生存线只能告诉你公司什么时候被宣判死亡，但它告诉不了你公司什么时候开始失血，什么时候失去了战斗力。换句话说，走到这条底线之前，公司其实早已经出现问题了，早就开始病入膏肓了，住在了 ICU 重症监护室里面了。现在呢，我们进入第2条，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条线——融资能力线。为什么它很重要呢？因为 Strategy 和 Bitmain 的模式本质是用资本市场的钱不断的去买币，这个不是批评，这个是事实。他们需要持续的发行新股、可转债、优先股。只要融资链条还在，他们就能够继续的买币。一旦融资链条断掉，他们就只能够停手。这个就好像一个拳击手，你不需要把他打死，只要打断他的手臂或打瞎他的一只眼睛，他就输了。所以重点不是跌到多少会爆仓，重点是多少的价格才会让市场不愿意借钱给你，多少的价格会让你发不出去新股。这个核心的指标就是 MNAV， 市值除以持币的市值。以前的 Strategy 的 MNAV 曾经高达2.5倍，意思是投资人我愿意花2倍的溢价去买你的股票，只因为相信你的故事。就在上周，空头 Jim Cannons 宣布，
平仓它的 MSTR 的空头仓位，理由是 MNAV 从 2.5 已经跌到了 1.2， 肥肉已经割完了。我刚刚查了一下，今天是11月16号 ，MNAV 已经掉到了 0.99。那么当 MNAV 掉到 1.0 以下会怎么样呢？很简单，市场觉得我通过 Strategy 持有比特币，那么我还不如直接去购买比特币的 ETF， 凭什么给你溢价？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融资困难，投资人不愿意接盘，债市按高风险来定价，新钱进不来 ，DCA 模式被迫停止。大概出发点是对于 MSTR 来讲，比特币在4到6万区间之间，Bitmain 呢，以太坊在1800到2500之间，一旦落到这个区间，融资窗口就开始关门。第3条线看起来最虚，但往往是最先亮红灯的市场信心线，它决定投资人愿不愿意相信你的故事，媒体愿不愿意继续吹捧你，散户愿不愿意继续接你的溢价。举一个例子，2024年 Strategy 的故事是我们在建立数字黄金的金库，我们是先驱，是国家储备的开拓者，故事越大，融资越容易。币价横盘也没有关系，故事还能撑着。但如果媒体开始写 Strategy 是否过度杠杆， DCA 的模式是不是庞氏骗局，溢价消失，信仰是否开始动摇，再叠加监管的压力，评级被下调，故事凉了，市场信心掉头。这个时候就不仅是融资的问题，而是整家公司站在什么样的叙事里边的问题。这3条线的关系是递进的。第一步，市场信心线现出问题，故事坍塌了；第2步，融资能力线崩紧，买不起币了；第3步，最后才会碰触到账面生存线，真正的生死线。大多数人呢只盯着第3条线，但真正决定 DCA 公司能不能活的，其实是前2条线。现在呢，我们把前面那3条生命线放在一边，来推演一下，如果比特币落在了不同的价格区间 ，Strategy 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进攻，是防守，还是进入危险的区域？我把它分成4个场景，从好到坏，一步一步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乐观区，比特币价格在10到12万区间，状态是完全体，战斗力最强。在这个区间 ，MNAV 大概维持在 1.3 到3倍之间，融资能力极强，发优先股、可转债都很容易，市场信心也很强 ，ETF 流入稳定，机构非常兴奋。Strategy 在这个阶段会怎么做呢？继续疯狂增持，每个季度买入几百甚至上千枚比特币。Sailor 上台传教，投资人激情澎湃。在这个区间 ，Strategy 是进攻的模式，但现在我们看到比特币呢已经跌到了 9.6 万左右 ，ETF 持续流出，市场信心下降。Strategy 现在应该处在下一个区域，第2阶段紧缩区域。比特币价格在6到9万之间，状态是从进攻转防守。在这个价格带 ，MNAV 被压缩到 0.8 到 1.3 倍之间，融资能力开始变弱，市场信心下降 ，ETF 流入放缓，甚至开始流出。Strategy 在这个阶段怎么做呢？减缓 DCA 的频率，发债变困难，暂停大额的购买。这个是从进攻转入防守的阶段。重点是他们能在这个区间撑多久。如果比特币几个月内上去，问题不大；但如果横盘6个月以上，就危险了。因为到了这一步，公司就像一个人开始头晕，站得住，但开始摇晃了，还没有倒下，但已经明显的站不稳了。第3个阶段是枯竭区，比特币的价格会在4到6万之间，状态融资死亡线开始逼近。到了这个区间 ，MNAV 接近或跌破 0.7， 融资能力弱到几乎没有了，新股发不出去，债市关闭，市场信心开始质疑，是不是杠杆太高了？ Strategy 会怎么做呢？不会爆仓，但开始卖少量的比特币，回补现金流。这个是止血的模式，不是被动清算，而是主动的维持生存。这个阶段的状态就像一个人已经被推进了 ICU， 还能够抢救，但所有的指标都在恶化，需要密切的关注。第4个阶段是生死线，比特币小于等于3万，状态是真正的危险，不再停留在理论上了。到了这个区间 ，MNAV 会小于 0.3， 融资能力彻底失效，市场信心恐慌，信仰崩塌，债权人开始要求偿付。Strategy 会怎么做呢？被迫大规模的卖币，或者进行债务的重组，甚至2个一块来做。注意，这个才是真正的生死线。但公司其实在到达这个阶段之前，就已经在 ICU 待了很久了。如果真的走到了这里，那就是系统性的崩溃，整个加密市场也会因为 Strategy 的
大规模的卖币会被彻底的拖垮。总结下来一句话，比特币呢不需要跌到3万 ，Strategy 才会有风险。它可能早在6到7万横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不上气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贝特曼。贝特曼的逻辑跟 Strategy 看起来很像，都是 DCA， 都是在买币，但它们的本质完全不同。Strategy 要看的是 MNAV， 因为 Strategy 是传统公司的结构，靠的是发债、发股、融资去买比特币。MNAV 高就能够持续的融资扩张 ，MNAV 掉到1以下，融资链就可能出现问题。但贝特曼完全不是这种模式，贝特曼不靠负债扩张，它真正吃饭的是溢价 premium， 股价除以金库的净值，市场愿不愿意为它的 ETH 金库付溢价才是它的生死线。溢价在，它就是明星；溢价没有了，它立刻从主角变成了配角，连金库都卖不动。所以贝特曼的生命线跟以太坊的价格关系更加紧密，也更依赖市场的情绪和叙事。它的风险不是爆仓的价格，而是没有人愿意买它的金库产品的时刻。我把贝特曼的情况同样分成4个区间，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个区间，扩张区，以太坊的价格在3800以上，这个是贝特曼的黄金阶段。在这个区间，溢价大概是在 1.3 到 1.6 倍，融资能力极强，发股轻轻松松，市场信心也很强，以太坊质押收益回升，叙事很强势。贝特曼在这个阶段会怎么做呢？扩仓以太坊，扩展规模，上线新的金库产品。他会告诉你，看我们的模式跑得非常好，我们会继续买币。这个是他最舒服、最强势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疲软区，以太坊的价格会在2500到3600之间。现在的贝特曼其实就处在这个区间，非常关键。这里是很多风险开始累积的地方，溢价被压到大约 1.2 倍，融资能力降温，市场信心转弱，投资者开始质疑集中风险太高了。贝特曼怎么做呢？暂停大规模的买入，控制运营支出，开始节流。而且最要命的是，贝特曼现在还有13亿美元未实现亏损，市场正在问他，你还能够撑多久？这就是表面还好，但内伤已经开始了。第3个阶段，亏损区，以太坊的价格在1800到2500之间，拐点区，压力全面爆发。进入这个区间以后，溢价变成了折价，跌到了 0.8 到 0.9 倍，融资能力彻底的凉了，市场信心动摇，巨额浮亏不断放大，投资者开始怀疑当前的模式还能不能继续跑下去。贝特曼呢可能会做2件事：第一，卖一部分以太坊维持现金流；第二，用手上的以太坊去质押、去套现，进行结构化融资。无论哪一种都说明一件事，它已经从增长的模式被迫切换成求生的模式。第4个阶段，危机区，以太坊的价格小于1500美元，这里才是真正的硬伤出现。如果以太坊掉到了1500美元以下，溢价折价到 0.6 到 0.7， 融资能力消失，完全融不到钱了，市场信心崩塌，现金流无法覆盖运营。这个时候贝特曼会怎么做呢？大规模抛售资产，裁员重组，甚至砍掉部分金库的产品。到了这一步，就不只是亏钱了，而是模式本身可能无法继续运转。一句话总结，贝特曼不需要以太坊跌到1000才出问题，真正的危险是溢价消失，亏损扩大，市场不再相信它的叙事，它比 Strategy 对市场信心的依赖更高。换句话说， Strategy 是靠融资杠杆活着，贝特曼呢是靠溢价信仰活着。谁先被市场抛弃，谁就先掉进危险区。现在呢，我们讲一个我认为是这个视频里边最重要的，但最容易被忽略的洞察：横盘比暴跌更加致命。为什么呢？暴跌会吓死人，但暴跌至少会带来抄底盘、反弹、成交、注意力。横盘不会，横盘只会带来一种东西：遗忘。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比特币长期卡在5到7万之间，跌也不跌，涨也不涨，就像这样拖着6个月、9个月，你觉得会发生什么？第一，股价停滞 ，MNAV 掉到危险区，比特币不涨 ，Strategy 的股价也涨不动，涨不动就意味着 MNAV 不断的往 0.5 靠近，融资溢价消失，用市场买币的模式开始卡住了。靠融资吃饭的公司最怕的不是暴跌，而是没人愿意给他钱。第二，投资人的审美疲劳，故事讲不下去了。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是因为比特币涨，叙事放大，市场买单，更多资金涌入。可是横盘呢？
横盘的本质是故事讲不动了，资金会去哪里？去 AI， 去 RWA， 去新的热点。Strategy 不再是主角，贝特曼更不是。当大家不再讲你的故事，你的融资能力就已经死了一半了。第三，可转债的压力开始一点一点的积累。Strategy 有很多可转债，而这些债券有一个很麻烦的设计，持有人可以要求公司回购。什么时候会要求回购呢？当股价长期低迷，看不到上涨的时候，那个时候 Strategy 有2个选择：第一，发新债还旧债；第二，卖比特币换现金。但横盘区的 Strategy 根本就发不出新债了，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只能靠卖比特币了。而这个是市场最害怕看到的。第四，故事凉了，叙事衰退。横盘半年以后，你会看到媒体开始写 Strategy 的模式是否触底， DCA 公司是否是伪增长，溢价模式还能够撑多久，叙事开始反转，信心开始崩塌。而信心呢，往往是最早断掉的那条生命线。用一句话来总结，比特币根本就不需要跌破3万，它只要在6到7万横盘半年， Strategy 的3条生命线就会一起亮红灯。横盘呢是一种慢慢的放血，比暴跌更加隐蔽，也更危险。讲到这儿呢，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看才能够知道这些公司是不是正在走向危险？这里呢，我整理了5个实用的预警信号，你可以作为参考。你不需要懂复杂的金融，只需要抓住这5点，就能第一时间的看到风险是不是在积累。第一呢，是股价相对于币价，涨跌脱钩是最强的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MSTR 是比特币的放大器，比特币涨10%，它应该涨15%到20%。但如果你看到比特币在涨 ，MSTR 却在跌，或者说比特币涨10%，MSTR 呢只涨了2%到3%，这说明了什么呢？市场已经不愿意再为它付溢价了，信心开始松动了。这个是最直接、最容易的观察，最早出现的信号。第二是融资的动作，3个月没有动静，不正常。在行情好的时候 ，Strategy 基本上1个月发一次新股、可转债、优先股。但如果你看到超过3个月没有任何的融资动作，这通常并不意味着公司是不是不需要钱，而可能是他想融资但融不到钱。这个是 DCA 最危险的征兆之一，因为融不到钱才是真正的断粮。第三是 MNAV 的变化，跌破 0.5 就等于融资死亡线。MNAV 是整个故事的灵魂指标，你不再需要理解所有的细节，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 ：MNAV 大于等于 1.3 健康 ，MNAV 处在 0.8 到 1.3 之间紧张 ，MNAV 小于 0.7 危险。跌破 1.0 的意思就是市场觉得不如直接去买比特币的 ETF， 这个代表溢价没有了，故事塌了，新钱也进不来了，这是非常明确的橙色预警。第四是媒体的情绪，出现了这几个词儿，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媒体是最敏感的天气预报，当你开始看到过度杠杆、金融泡沫、DCA 模式值得怀疑吗？这些标题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说明叙事在转向负面。一旦叙事崩了，股价、融资、信心都会被拖下去。第五是监管和评级，大资金最怕这俩，大的风险不来自于散户，而来自于机构。只要出现这些，信用评级被下调 ，SEC 发函，审计机构发风险警告，债券利差明显扩大，你会看到机构投资人快速的撤离，股价会连续多日下跌。这个是市场信心线最具有破坏力的出发点。一句话总结，想判断 Strategy 和贝特曼有没有危险，不是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价格，而是看信心有没有掉，融资有没有断，溢价有没有消失。只要这3样还在，他们就能够活得下去。但只要其中一条断了，危险就会开始累积。好的，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Strategy 和贝特曼不会因为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跌到了某一个价格就突然砰的一下爆仓。市场上很多人担心的那种一跌破某条线就清算，然后市场崩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正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价格是多少，清算价在哪里，而是3件更关键的事情：融资能力有没有断，市场信心有没有崩，故事还能不能够撑得住。换句话说，不是数字能让他们倒下，而是市场不相信了。只要市场愿意继续给他们钱，愿意给他们溢价，愿意买他们的故事，他们就能够继续活下去。
但一旦这3条生命线开始断掉，无论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不是被腰斩，它们都会开始失血。下面是我今天总结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图表，而在情绪里边，在融资的窗口里边，在叙事里。你不需要害怕这些 DCA 公司，你需要的是看懂他们的生命线，因为你看懂了这3条生命线，你就能够判断这一波的下跌是不是我们该担心的，有没有连锁的风险在积累，市场是不是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比盯着 K 线要重要的多。好的，如果今天的分析让你对市场的结构更加清晰了，你也觉得这种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记得点赞、转发、订阅，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链接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